男嘉宾小金，21岁，来自辽宁学生，有请小金，有请。女嘉宾小曲，20岁，来自山东学生，来，有请小曲，有请。好，欢迎两位啊！好，谈恋爱谈了多久啊？1年半了。1年半，是大学同学吗？是。今儿你要来的是吧？对。怎么了？说说吧。我们2个在一起1年半了嘛，然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学校的篮球赛，然后篮球赛的时候你是打篮球的，他是打篮球的，然后我在台下就看到这个男生打球好帅啊，然后就通过我的同学吧，然后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就这样认识了。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他对我特别照顾，领我去逛街啊，然后看电影，领我去见他的朋友啊什么的，就是我很享受说我在外面可能会比较强势一些，但是在他面前就是可以做那种小鸟依人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我和他说一些我的想法，我想问他怎么了，他就是这种不回答，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他也不提分手或者怎么样，也不和我吵架，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们可能就是我要面临着出国呀什么的，但他就是不同意，我就希望他能理解我，然后支持我。听明白，怎么回事啊？老呀哈的啊？我性格问题吧。性格啊。那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性格是那个性格呢？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们俩家境相差那么大嘛。有多大？他出生在大城市，而我属于乡村那种。不是你哪个城市？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哈尔滨的。你呢？辽宁丹东。丹东好啊。我家其实属于农村的。那有啥呀？因为农村就靠种地啥的，每年维持。这是传统的这个农民之家是吧？一年是靠收庄稼来维持家里营生，是这意思吧？你们家呢？也是普通家庭，父母上班这种。没有做买卖的。我爸爸就算是做买卖的了。是做买卖的吧？啊，丹东是吧？你们家一年的这个纯收入啊，我指的纯收入有2万吗？就2万多吧。行，就是你自己在心里面你掂量掂量，你们家的收入哈，比这个是不是有好多倍？我不知道我们家收入。行，所以对于姑娘来说没有概念，对吧？她是完全没概念的。你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多少钱啊？生活费嘛，4000、5000这样。你算吧。他一个学期的生活费是他家1年的纯收入，这就是2个家庭的差异到底有多大？我们一个数据就看出来了。这个你以前不知道是吧？不知道。那没什么呀，那是他大的，不是他的孩子啊。就是他现在喜欢的化妆品，比如口红啊，买1支都300-400块钱。你说，对于我这种家庭呢，我一个月我得多省吃俭用才能给他买一个。可是我从来没让你给我买过呀，而且我自己可以给我自己买得起啊。现在小姑娘不都爱美吗？我也想给你买呀。那是你看到的别人好吗？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说，就是说因为你的家庭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我去找你要过什么东西。我觉得咱们现在都还年轻，就是可以自己努力赚来的。我也不希望花我家里的钱啊。你们俩现在努力在挣钱吗？有啊。对。啊，那不是挺好吗？他总嫌我挣的少，没有他多，然后在他那儿就以为我是不务正业那种。那你打游戏也算是就是务正业是吗？你打游戏也不算。我打游戏我就玩那一款游戏，而且跟我的爱好有关系，因为我打篮球嘛，战术什么的在游戏里可以轻松的体现出来，而不是教练说的那么繁琐。你的意思是你把游戏当成一个篮球训练的辅助手段，是这意思吗？对。这么先进了都？我听说过飞行员这么干啊，但是职业篮球运动员好像没一个是这么干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这个年纪穷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不上进就是你的问题了。
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在外面做的兼职是关于就是礼仪模特这方面的，然后就肯定会去接触更多的人，不管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和异性朋友就是出去玩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特别不开心。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我认识那个同学的时间比他认识的还长。当天我去出活动，刚好在商场里面。我就想说活动结束了，我工作完事儿了，然后想叫他说一起出来吃个饭、看个电影、玩一玩。他当时就在玩游戏，然后就是回我消息也回得特别慢啊，然后就不理我。刚好我那个同学就在附近，我就说那就你就陪我一起出来呗。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去在那种商场里的移动 KTV 里面唱个歌，然后那个就照了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了，然后他就一直抓着这件事情不放。俩人在一个小的封闭密室之中照个相，你让我怎么想啊？可是我既然敢把它发到朋友圈里，就说明我没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谁还没有几个异性朋友，你就敢说你没有吗？我跟谁照过相了吗？你是没照过相，他都把聊天记录删得可干净了。我看他那个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备注是妹妹，然后就互动特别亲密，然后我就想就是可能是他家里人，既然是妹妹的话就可以加个微信，然后没事问问什么的嘛，然后我就加了这个女生的那个微信。哦，就是如果他出国，你们就分手是吧？是这意思吗？真的，哎，你像个爷们儿一样，你说出来行吗？如果他出国，我就跟他分手。啊，在出国这问题上，您是怎么考虑的呢？就是我家里现在有亲戚在国外啊。
APP 丘比特问卷。张娜老师，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问题，我第一个想到的一点就是，总觉得有一种感觉是，一个人在前面跑，后面一个人在追，然后两个人对感情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男方呢，就是有一点破罐子破摔了，我就这样，爱怎么着怎么着，反正你家那么有钱，我就自卑，我也配不上你。我现在就觉得，一开始我就觉得，可能你真的是因为家庭原因、原生家庭的原因，有一些这样的心理负担。但我现在听下来，我越来越觉得你是在拿自卑说事儿，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而把你对他的感情看得太轻。那我要找到一个好的借口是什么呢？就是我配不上你嘛，对吧？你条件那么好，你又要出国，要我干嘛呢？所以那我接下来对你的态度就是这样了。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一点是什么呢，小伙子？如果你要是真的受不了他这样的一个环境、生活状态的话，你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我们不合适，你不是我要找的那一位。但你不能用在感情当中这种拖拖拉拉、不理不睬的状态来应对他，这样对你对他都是伤害，对你的心智也不是一个健全的发展。明白吗？对女生，我想说的是，就是因为她的这种的，可能有原生家庭的原因，所以你有很多的话语，有很多的行为，你自己觉得我不是在跟你炫耀，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你的一句不经意的话，你说，我们家在国外有亲戚，我们家就是有这样的条件，在他看来可能就是炫富。所以这就归根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生活的背景决定两个人未来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现在不忙着说考虑要不要分手，还是这个要不要出国继续在一起，这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不能相互真正的理解对方，相互信任。信任是一定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明白了吗？否则永远达不到信任。好吧，祝你们学业有成啊，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来，曲总。有的人说呀，大学就是交友、谈恋爱，顺便读书，但这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大学要做好4件事，而按照重要性，第一件事，学习技能；第二，有了知识技能的积累，就有了什么？思考。思考什么？最主要的是思考我今后发展的方向，我的人生定位，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三观是什么？第三一个是实践，哪个方向是适合我未来发展方向，哪个兴趣是我的兴趣，我会去社会实践，对吧？第4个就是建立社交圈子，交友。交友里面有一项，找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男孩，家庭背景有那么重要吗？也有也没有。当你对自己充满自信，对自己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去介意说女朋友她的周围的圈子是什么样的，她今天跟谁交往了，明天又和谁在一起了，你不会的。很明显，这个女孩其实对自己家庭的这个经济状况并不是很了解，因为她不在意，没有丝毫在这方面去看低你。而看低你的是谁呢？是你自己。包括到现在这一步，她没有带你去见家长也是正确的，因为她理性。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我们只是在谈恋爱，还谈不上我们要结婚，对不对？因为很显然，未来的方向可能都不一样呢。你现在打游戏，并不全是为了体育，而是其实你说明你内心彷徨，没有一个明确方向的一个表征。所以马上要毕业了，和即将毕业，你还没有一个方向呢，赶紧找方向。相反，你跟你女朋友应该学的就是她已经明确了自己方向了，出国可能是一条路子。说明他已经正在照自己的方向去努力了，而你呢，还在彷徨呢，还在那个虚拟的那个游戏世界中享受自我，不够了，明白吗？所以说，把头3项事情做好，后面事情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话，那是缘分，那是机缘。但很多时候接触到了社会之后，复杂性多了，然后你面临的事情人都多了，还是他吗？那个合适的人不一定。所以说不要想那么多，把精力花在应该花的地方，自然你们的感情也是得到了一个顺利的一个发展，明白吗？顺其自然，就这样。谢谢曲总。来，白老师。
两位好，我觉得男孩你特别善于绑架。你刚才说，如果他出国，我们就结束；他不出国，我们的恋爱就继续。你在用爱情来去试图绑架这个女孩子她的选择。然后你说我的贫穷或者是我的出身，所以是我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自卑的状态的一个缘起。你又是在用出身财富来去绑架你的父母，请问你承担得起这些结果吗？这个女孩子如果真的被你绑架成功了，她不选择出国了，你能给她想要的那种人生了就？在那个时候，她既没有自己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又不能够从你这里去获得更多的丰厚的情感上的这样的一种满足。那你到时候让这个女孩子情何以堪？你为她真的想过吗？你凭什么用你的爱情的这种说法来去绑架她？你自己现在大3的学生，你不好好的去学习，不认真的去思考自己未来的一个成长当中有可能需要去奋起的东西，然后你说那我自卑，所以我看见他们吃喝玩乐，他们每月零花钱都那么多，所以我觉得那我穷，我们家里怎么样。你爸妈再穷，一个汗珠子摔8瓣把你供到大学了，这是多么的伟大。你凭什么去指责他们呢？你不为你自己的人生去负责，却要用他的牺牲，你父母的卑微来去成就你自己。我觉得小伙子，如果生活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够挺直腰杆做人，你也永远不能够去赢得你对面这个女孩对你的尊重。谢谢二位。好，谢谢白老师。来，涂老师。门当户对不在物质上。财富。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觉得老师说的挺对的，有些东西我不想承认，也确实是在我身上存在的，所以其实可能相处时间越久，越发现彼此的不合适吧。我觉得你需要，我疏忽你太多了，你需要去更好的地方发展。来，请亮灯。好，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
来，请关门。本节目由真正有效的皮肤管理专家新阳美容 APP 特约播出。那几天和古方红糖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海伦凯勒眼镜千面系列大力支持。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挺好的。